哎，大家好，我是 Billy。今天的话题呢是中国的语言种类。中国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人，所以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先从南北方的角度来说，在北方呢，你知道，也有非常多的方言，比方说陕西、山东、河南，每一个地区，他们讲他们自己的方言，但是这些方言都和普通话更接近，因为普通话其实是在中国建国以后政府推行的这种普通话的教育，所以普通话最开始是从北京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在河北，根据这个地区的口音来做的标准，所以现在普通话就是一个北方的一个方言的一种，所以现在呢，在中国所有的地方在学校的教育都是以普通话为主，所以中国现在全国各地呢都会说普通话，但是呢每个地方还有他们不同的方言，而且这些方言还在继续的说下去。刚才说北方的这些方言，还有东北也算是北方，但是有点不一样的情况是，东北是一个比较新的地方在历史上东北一直都是在中国外面或者是在中国边缘的部分，所以在清朝可能100多年前东北是没有人的所以后来很多人从山东跑到了东北，所以东北现在的人这个方言呢都是从山东这个方言出来的所以因为都是从中国不同地方来的，所以东北的人的普通话一般要比很多地方的人都好。当然我是东北人，所以我们大连的方言和山东的一些地方的方言比较像，因为离得非常近，我们呢隔海相望，就是大连是一个半岛，所以对面的海的对面就是山东这是这些。还有南方的情况也有不一样，南方的情况更复杂，因为南方离北京首都比较远，所以而且普通话又是北方的方言，所以南方呢每个地方的方言就是更难懂。北方的方言作为一个北方人几乎也可以听得出来，但是南方的一些方言就是完全不懂，就是像一个外语一样。比方说呢，最有名的就是广东附近的广东、广西都是讲粤语的他们管粤语叫白话，就是他们的特有的方言。这个粤语现在很有名，因为很多广东、广西这一带的人后来移民去外国，所以把他们的方言带到了外国。这是粤语，粤语就是说我是北方人，就是完全不懂，所以但是学习起来也不很难。但是音调发音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什么四川一些四川的人他们也讲他们自己的方言，还有就是上海附近的江苏、浙江然后福建这些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口音。我总体来说在中国南方的口音比较难懂北方的口音一般比较接近。对，而且如果一个外国人学习中文呢，一般都会学习普通话，普通话是北方方言，所以可以更容易的和北方的人沟通。南方现在因为都是在学校也会说普通话，所以当然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和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南方的老人沟通，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对
甚至我是中国人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不光是外国人。除了这个呢，我们还有少数民族，因为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每个民族的语言可能都不是中文的这个语系里面的，所以可能是我们有壮族，广西的壮族，他们说壮语，就是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然后朝鲜族在东北也是说朝鲜语。还有西部的藏族人说藏语，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说维吾尔语啦，哈萨克人说哈萨克语，所以这些不同的语言呢，就是构成了中国的这个语言的大家庭，所以这是这样，所以我基本上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概括，就是中国的语言是非常复杂、非常多样的，所以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或者是关注我。谢谢大家，再见。